这个女人被石头砸得头破血流，倒在地上。年轻医生拿出木桩就要刺入她的胸口，下一秒，女人突然睁开眼睛，露出恐怖的尖牙，朝医生的脖子咬下。然而还没等她伤人，一旁的大汉就将她摁在地上。女人不断的哭叫挣扎着，另一个人拎起锤子，将木桩一下又一下的钉入女人的胸口。女人惨叫着，鲜血流满了整座祭台。将她彻底杀害后，年轻的医生韦奇向人们道出了真相。入夏以来，村子里的人不断死去，全都是尸鬼在作乱，尸鬼杀死了他们的亲人，而韦奇决定要去猎杀尸鬼。千鹤被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沙子这里，现在村民都知道了他们的真面目。陈思建议他们尽快逃离，但沙子却不愿意。先不说他们人数众多，根本逃不掉，外面也根本没有让他们容身的地方。沙子立刻下令干掉韦奇，并袭击村民，阻断村子和外界的联络。这座村子马上就要死了，他才不要逃走。尸鬼的真面目就是血，想要杀死他们，就必须破坏他们的血管，破坏心脏，切断大动脉，砍掉脑袋才能杀死他们。用木桩是最有效的方法。很快，在场的村民分成了两方，以小辉父亲为首的一方跟随韦奇坚决铲除尸鬼，而小车父亲等人却因为无法对自己的儿子下手而选择了退出。事不宜迟，韦奇马上带着留下来的人开始行动。狩猎行动要等到天亮开始，在那之前要找出他们的基地，并且封锁公路。女人们去各家问问有什么可疑的情况，有人问起就说是为了除去夏天开始的灾厄而举行的驱虫仪式，愿意帮忙的就到他们神社，不愿意的话就躲在家里。汽车旅馆的千草小姐对于村民们的询问并没有开门选择加入，因为她的母亲刚刚作为尸鬼回来了。隔壁的原子一家则是已经全部死亡。面对村民们的剿灭行动，加之指挥着尸鬼们赶紧找地方躲好。郑雄试图鼓动小慧和自己一起逃跑，结果自然是被小慧一顿嫌弃。天亮了有地方睡吗？身上有钱吗？会开车吗？会打架吗？什么都不会的废物还想带他走。说着一脚将郑雄踹翻在地，叫他别来碍事。小勋抱着狗坐在衣柜里，嘴里不断念叨着小慧会来杀他的。他的精神接近崩溃，但又突然坚定起来。小慧杀了他的全家，那他就有权利向小慧复仇。门口突然传来动静，小勋警惕地握着球棒下楼埋伏，而手电筒照亮的人却并非小慧，而是他已经死去的父亲。小勋面无表情地拎起球棒重重挥下。千鹤被杀，赌气势汹汹地冲进了医院，要找韦奇报仇。事情聊到监正之后，就一直不吃不喝，变得非常虚弱。他的宅邸已经被村民们包围，到了天亮就会冲进来。陈四将沙子拜托给市井照顾，让他天亮之后躲进地下室，并且给市井打了点滴续命。不过为了发挥出人狼的力量，他吸了点市井的血。很快天就亮了，沙子靠在市井身边沉沉的睡去。村民们冲进了诊所和殡仪馆，砸破空无一人的城堡，并在紧闭的空房子里找到藏起来沉眠的尸鬼。这个男人一遇到阳光，皮肤就迅速的燃烧腐烂。他拼命的想要逃走，却被拽到阳光下用木桩钉死。村民们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就是这些怪物杀死了他们的亲人，那他们也要将尸鬼赶尽杀绝。大家都心怀恨意的将尸鬼从各个角落拖出来砍杀。而就在这时，韦奇接到了一个噩耗，出于对他的报复，他的母亲在医院被尸鬼残忍的杀害了。因为不是被吸血，连尸变复活的事都不会发生，这让一部分人开始退缩了。他们也害怕遭到报复杀死，连尸变的机会都没有。这话让暴脾气的大川非常不满，这意思是与其被杀，不如尸变去杀人嘛。这时韦奇发现带去的脚印一直通上楼上衣柜里，打开衣柜一看，里面的人正是罪魁祸首赌，自己的儿子居然丧心病狂地杀害了老夫人。大川一把将赌拽出了柜子，就要清理门户，自己儿子干出的事就要自己负责。赌浑身溃烂，想要求饶逃跑，大川抄起木桩狠狠刺入了他的胸口。尸鬼的尸体都被集中堆放起来。有人提议实施火葬，但要烧起来需要相当大的火力，再不实行火葬的村子燃起这么大的火，村外的消防车肯定会在第一时间赶到，而且尸鬼的数量远远不止他们消灭的20多只，尸鬼们肯定有着更大的藏身之处，思来想去也只剩地下了。而这个时期的地下道是没有排水的，人也能够进去，尸鬼肯定是躲在地下道了。而就在田茂大爷转过身带他们进入地下道的时候，他的眉心瞬间被子弹洞穿，鲜血溅了身后的韦奇一脸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大家都惊呆了。而在远处的楼顶上，夏野一把扯过童夫的猎枪，即使变成了人狼，夏野也没打算原谅尸鬼。从世间普遍的善恶观来看，尸鬼的存在是恶，因为他们只有杀人才能活下去。但是尸鬼为什么不能猎杀人类呢？人不是也在猎杀人吗？童夫的父亲是个喜欢猎杀人类并将其碎尸的变态，所以童夫的心理从小就扭曲了，他想要变成尸鬼成为加害者。说完朝夏野开出了一枪。到晚上沙子醒来，陈思也回来了，宅邸外面围满了人，他们还是无法离开。一听说童夫不知所踪，沙子着急的想去找人。千鹤死后，童夫肯定无法冷静思考，听到千鹤死后强忍悲痛装作镇定的沙子，居然在听到童夫没有回来后乱了阵脚。因为童夫是第一个接纳了他尸鬼身份的人类，绿子将自己搞得奄奄一息，却始终不肯去袭击被抓来的安代护士。小车想了各种办法都用了，仍旧无法劝动他。绿子请求小车将他或者安代护士放出去一个，他不想袭击人，因为那样他就会自我厌恶，变得像现在小车一样憎恨自己。小车不敢，私自行动是被惩罚的，他的
家人会遭到报复被杀害。但面对绿子的请求，他还是心软了，打开房门决定将绿子放出去，却没想到绿子突然扑上来大喊着安代护士快逃，但是他太虚弱了，很快就被小车掀翻扔了回去。一旦安代逃走泄露了地点，他们就全都完了。绿子不想看到任何人死去，救死扶伤是他作为护士的骄傲，他活下去就会导致其他人的死亡。绿子将自己抓出了血，明明已经死了，为什么他会尸变？最终小车妥协了，他放走了安代护士，自己走进地牢和绿子依偎在了一起。到了晚上，村民们的行动也暂停了下来，也不是没有人发现他们村子的不对，不过都被用正在进行祭典为由轰走了。不少人都遭到了被尸鬼控制的人的袭击，为其让人把他们关进神社里，过几天就会恢复理智。但大川却认为这些人像屠夫一样背叛了他们，他们是在帮助尸鬼，但就算如此也不能杀掉啊，那就真的成了杀人了。听到村民们将他们的同伴们用木桩钉死，沙子害怕的颤抖着，他的身体很单薄，一定会被刺穿胸膛。他杀了很多人，明明知道这是报应，但他还是好害怕。天就要快亮了，外面的人随时都会冲进来。如果是故事里的主角，一定会有人相救，但是没有人会来救他，也不会有神灵为他降下奇迹。但他又没有做坏事，他只是为了进食而已。不进食不杀害别人，他就会死？难道他就应该死吗？因为没有饿死自己，他就是坏人吗？他又不是自愿变成这种生物的。但只要生命还在，他就还想要活下去。而这不然呢？就算再悲惨，也不是你伤害这么多人的理由吧？因为你饿，那些无辜的人就该死吗？一个男人默默地朝着人群走来，看到对方的眼神，尾崎顿觉不妙，他大喊着小心冲过去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男人连开3枪打死了后子婆婆，众人愤怒地围了上去，朝着男人重重地落下锤子。时间回到1天前，田茂大爷被屠夫射杀后，他的儿子定文带领村民前往水利局寻找尸鬼，很快就在堆了厚一层淤泥的下水道找到了沉睡的尸鬼。这些人都是他们熟悉的亲人朋友，有人想要仔细的辨认他们，但被定文制止了。不管他们生前是什么人，现在都只是杀人的魔鬼。郑雄的哥哥和咖啡店的长谷川拿起木桩，却怎么都下不去手。定文二话不说抢过木桩，几乎疯狂地将面前的尸鬼钉死。没必要对他们产生同情，要杀死魔鬼，只有他们也变成魔鬼。就这样，大家轮流动手将尸鬼杀死。而在动过手之后，内心的罪恶感就会减弱，越来越多的尸鬼被追捕杀死，直到天黑都还在继续。一队人打着灯在地下杀死尸鬼，一队人负责将尸体拉到地面，女人们则负责将尸体搬到一起。其余的尸鬼也不愿坐以待毙，他们在医生和巡警的带领下开始突围。巡警咬了一口男人后，又转过来袭击长谷川。长谷川吓坏了，他从怀里掏出十字架护身，没想到还真起了作用。巡警扭头跑入黑暗中，反应过来的男人们立刻拦下尸鬼，将他们杀死。医生则在咬完人后被定文解决，但仅仅是这样还不够，定文居然连被尸鬼咬伤的同伴也要一起杀死。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尸变？终于一切开始崩坏了。逃出去的尸鬼在巡警的带领下朝着管道深处爬去，但是通道越来越窄，他们很快就被堵住，无路可逃。尸鬼们被瓮中捉鳖一样轻松拽了出去。很快就轮到了奈绪，他发疯似的捶打着巡警的屁股，面前不断浮现被他杀死之人的影子。他害死了自己所有的亲人，以为大家都能尸变，这样就能永远的在一起了，但却只有他一个人尸变，一定是上天给他的报应。奈绪惊恐的回头一看，他的儿子出现在了身后。定文一把拽住奈绪的腿，丝毫不理会他的哭叫求饶，将铁锨捅进他的体内。奈绪尖叫着被拖了出去，她的丈夫所在的光明之地是她永远也无法到达的了。一车车尸体被运走，连木桩都用完了。好在天马上就要亮了，定文将剩下的尸鬼捆住手脚绑在院子里，阳光一晒，他们立刻哀嚎着浑身溃烂，不断挣扎。长谷川突然拿起铁锨走过去捅死了所有还在挣扎的尸鬼，然后跪在地上痛哭着，只要动过手就不会很难了。